古往今来，美貌就像是一张通行证，即便是现在的娱乐圈，哪怕是个花瓶，只要足够美貌，也能获得很多资源。而长相平平的女演员们，不管专业实力如何过硬，绝大多数都是平平无闻，无法出名。袁透视是红极一时的演员，相当的漂亮。她的女儿小泪虽然继承了母亲得天独厚的演艺天赋，却在小时候被毁了容，伤口从她嘴角一路延伸至半边脸，像极了恐怖片里的咧嘴女，每天只能戴着口罩生活，周围的人视她为怪物。她的人生一直伴随着欺凌还有厌恶。母亲去世后，连一个疼爱保护她的人也没有了，自卑吞噬着小泪的心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她是多余的、丑陋的，仿佛一袋被遗弃的垃圾。在母亲的葬礼上，亲朋戚友也不待见她，只有一个男人愿意走近她，他叫雨生，是母亲生前的经纪人，想邀请小泪去看旗下新人妮娜的话剧演出。妮娜从小就是个美人，吃遍了美貌给她带来的红利，性格骄纵跋扈，一副持量行凶的样子，但她是个不折不扣的花瓶，空有一副好皮囊。身为演员，演技让人尴尬的不行，每次上台演出就是观众无比熟悉的瞪眼皱眉背台词，没有情感，毫无天赋可言。演出结束后，雨生对小泪提出一个建议，让小泪代替妮娜去一场话剧试镜，拿下女主角的位置。可明明是不同的两个人，如何能轻易代替？妮娜一边觉得雨生荒谬，一边用不屑的眼神侮辱着小泪，就这样的丑八怪，凭什么代替自己？还夺走了小泪胸前的口红。你不会以为你化妆就能变漂亮了吧？面对妮娜的羞辱，小泪想起母亲的话，突然就冲上去吻了妮娜，气氛突然变得尴尬起来。诡异的事情发生了，随着他们两个的亲吻，他们的样貌居然开始慢慢互换。妮娜的脸上多了那条可怕的伤疤，小泪却变成了美人。原来这支口红是小泪母亲的遗物，涂上口红和另一个人亲吻，就能得到被亲吻者的容貌。换完脸的小泪在空无一人的舞台上表演了妮娜刚才的话剧。不得不说，小泪真是一位天资卓越的演员，只看了一遍话剧，不但记住了所有台词，连情感也拿捏得很到位。她的演技瞬间征服了妮娜。至此，妮娜答应与小泪合作，可以躺平又能名利双收，这种好事谁不想要呢？一个需要颜值，一个需要才华，这看上去就是一笔双赢的买卖。利用口红换脸只能维持12个小时，时间一到，小泪就会恢复成那个丑八怪。接下来的日子，他们住到一起，两人每天都换一次脸。小泪起初换脸时是很不自在的，毕竟多年的自卑让她不敢抬起头来。但美女和丑八怪都一样，会吸引很多路人的目光，只是美女不会惹人生厌。妮娜倒无所谓，顶着疤痕肆意穿梭在大街小巷，多年累积的自信让她毫不在意他人的眼光。妮娜还对小泪展开特训，教她仪态、穿搭和化妆，务求小泪把美貌的皮囊物尽其用。在一试镜会上，小泪依靠精湛的演技及潜在的那种自卑又不甘的性格，打动了乌合导演，成功当选女主角。乌合导演是日本最年轻出色的导演，也是妮娜的学长。在学校时，妮娜就憧憬着他，也正是因为乌合，妮娜才选择当一名演员的。小泪很快就要开始排练了，妮娜则顶着毁容脸在家当起了米虫。因为口红只有12小时有效期，小泪每天9点出发，晚上9点前一定要离开片场。渐渐的，小泪凭借妮娜的外表在舞台上飞速成长，很快成为众人的焦点。她演技过硬，为人谦逊，剧组的人都很喜欢她。小泪成为了他们的中心，所有人都喜欢她，肯定她。这是小泪从来都不敢奢求的日子，所到之处听到的都是赞美之词。这种优渥感是她此生从没享受过的，就连乌合也对她真情告白。小泪知道自己有今天都是因为妮娜的脸，但她还是忍不住抱有期待。她愈发沉迷其中，无法自拔。谁会想做那个丑陋的人呢？另一边的妮娜看着小泪在舞台上熠熠生辉，还与梦中情人乌合越走越近，甚至还一起登上杂志。她开始嫉妒小泪，她不可以让乌合爱上一个冒牌货，这是妮娜无法接受的。妮娜怒气冲冲地去了剧组，和小泪换回了自己的脸，亲自去演了话剧。可这演技是实打实的，不一会儿，妮娜糟糕的表现就让乌合非常失望，直言她是个外行。妮娜大受打击，哭着跑了出去。雨生劝妮娜，
小泪只不过是赚钱的工具罢了，最终的名和利都是妮娜的。妮娜这才肯把脸换过去。小泪因为一无所有，毫无讨价还价的余地，她也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获益的是他人，但为了摆脱丑陋所带来的痛苦，她只能默默接受，因为这样她才能收获鲜花和赞美，体会被接受、被爱的滋味。在每日的亲密接触下，小泪也对乌合暗生情愫。她谎称第二天有剧组活动，本想瞒着妮娜偷偷与乌合约会，却被妮娜发现。愤怒赶来的她将小泪这个冒牌货踩在脚下，大骂其不自量力，自己才是这张脸的真正主人。随后美滋滋拉着乌合约会去了。那晚的妮娜没有回来，她和乌合做了什么，似乎不言而喻。落寞的小泪独自在家喝闷酒，喝得醉醺醺的妮娜得意地走回家。她打算甩掉小泪，反正她已经得到了自己想要的角色，还得到了喜欢的学长。在妮娜心里，小泪根本不配与她合作。可谁也没有想到，还没等小泪离开，妮娜便突然晕倒在了地上。通过雨声得知，妮娜有一种罕见的嗜睡症，常常会不受控制的昏睡过去，时间从几周到几个月不等。这刚好给小泪创造了机会，但此时小泪已经不想再冒充她，换掉她的脸，就像是偷走了妮娜的人生。雨声劝小泪现实一点，这是个颜值即正义的时代，所有人看的都是脸。现在是小泪绝佳的好机会。常年来饱受自卑折磨的小泪逐渐丧失了道德标准，她利用妮娜的病，单方面完成每天的换脸，不断出演新的舞台剧，拍广告，上杂志，甚至获得了业界超一流导演新剧《莎乐美》的女主角。就连和妮娜母亲的关系也越来越好了。睡美人妮娜醒来时，时间已过了5个月，她发现自己的生活几乎完全被小泪取代了，哪怕现在换回了脸，她也无法维系小泪所获得的一切。在排练话剧的时候，小泪因为对角色的理解不透彻，无法完美演绎当中的神髓，导演对此很失望。经纪人雨声坦言，这场话剧也是小泪母亲的成名作。那时她母亲也是利用口红换到了一张美丽的脸，并囚禁了对方，夺走了那女孩的人生。现在也是时候要小泪做出选择了。与此同时，顶着丑陋容貌的妮娜来到了小泪老家。她发现，原来小泪母亲冤透视生前曾与雨声关系如此紧密，还发现了曾囚禁过人的恐怖地下室。妮娜害怕这样被小泪取代，一切已经到了失控的边缘，两人之间都萌生了杀意。妮娜嫉妒小泪的才华，小泪则想永远拥有妮娜的美貌。回到家，小泪请妮娜一起用餐，并在她的酒里放了大量安眠药。本就有嗜睡症的妮娜又陷入了沉睡中。小泪开始肆无忌惮地使用换脸之术，并通过这种行为体会到了角色的内心情感，将莎乐美里那个心狠手辣的公主演绎得入木三分。但让小泪没想到，其实妮娜一直在装睡，她要小泪在正式公演时当众出丑。妮娜提前把口红掉了包，并来到现场等待着小泪出丑。然而时间到了，小泪的脸却依旧没变。小泪在幻幕的空档把妮娜引到天台，其实妮娜在算计小泪，小泪又何尝不是？她早就发现妮娜换了假口红，还把时钟调慢了5分钟，刚好可以趁幻幕的空档延续换脸时间。妮娜不甘心被小泪夺走一切，她宁愿毁掉自己的脸，也不愿让小泪得逞。两人争执间从天台掉了下去，妮娜摔得动弹不得，小泪则并无大碍。她抓住机会和妮娜换脸，并叮嘱雨声务必不能让妮娜死去。妮娜陷入深深的绝望，恳求雨声结束她的生命，但她的脸对小泪来说仍有作用。雨声默默地拨打了急救电话，小泪的演出仍在继续。舞台上的她因为欲望和癫狂，本色出演着自己，台下观众无不沉迷于她神一般的演技。只要能得到想要的，变成另外一个人也没关系吗？放弃自己也想得到的东西，是否真的值得？当野心和欲望不断驱使，眼前只剩下浮华的名利和美貌，也许他们早已忘记自己真实的模样。样貌的区别把许多人的待遇分为3、6、9等，这世界好像没有那么公平。人人都有一颗爱美之心，想变得更好看，并没有错。可许多人只顾着追寻皮囊的完美，丝毫不雕琢内在。当韶华不在，再好看的皮囊也有老去的一天。只有才华才能伴随你一直闪耀。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，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，内外兼修，或许才是更好的选择。